喂，怎么会有换挡的感觉的？诶。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名字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经过我上次呢拍摄了 Walk Around Persona 2022年的 Premium， 还有 Iris 2022年的 Active， 到现在呢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试驾到 Persona 2022了。这个影片呢非常感谢宇航，他在车里面让我试驾的新车这辆车才有7000多公里而已哦，大概买了半年左右。这辆车总共有3个等级哦，有 Standard， 有 Executive， 有 Premium。简单来说是低配、中配还有高配啦。所以这辆车在我后面呢是一个 Standard 的，少了什么呢？少了6颗安全气囊啦，少了 Leather Seat 啦，少了那些什么 Daytime Running Light 啦等等的东西啦。没关系，我会放一个表在这边，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它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这个影片呢我也不会介绍这辆车的 Walk Around太多，因为之前我做过了，你们还没去看都可以去看一下啦。那辆是一个 Premium 的，那么基本上大同小异哈。话不多说了 ，Let's go。Persona 2022年的小改款，简单来讲呢，中间就多了一个中央扶手的那一款你们就知道我在讲的哪一款了。45800块可以买到一个安全配置也不错，4颗安全气囊，然后拥有着循迹系统、防滑系统都有在有。45800可以买到什么车呢？ 1.3X 的 Beza， 当然最高配的 Beza 呢要卖着5万块左右。Persona 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但是你要知道 Persona 的等级是一个 B segment。那么如果你让我选择同样的价钱买新车，我会选比较大量的一点，尤其是这辆 Persona， 开也开得比较舒服一点，驾驶感受不用讲了，我一路来都是说 Proton 都是比 Pro 要好的。那么这辆车是没有无钥匙启动也没有 Auto Folding Side Mirror，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Side Mirror 是自己用手掰的，但是如果你要做静止调整的话，里面是可以按的，只是说它没有 Auto Folding， 那么你要用手解锁呢，都是用这个钥匙那么车主就在里面啦 ，Hello， 宇航你好。它是没有无钥匙启动，你必须插钥匙。我试看不踩刹车，它会怎么样也是可以 start 到哦。Aircon 呢是这边转，高级很多这个比起 Persona VBT 的话，高级真的很多。有 Eco Mode， 防滑系统关闭，还有 Sport Mode。这里有中央扶手，你会看到，虽然这个是杯架很小，但是我觉得放手机不是什么问题啦。中央扶手，还有一个中控。所以这辆车是一个 Standard 啦，所以没有皮革座椅。引擎盖打开，小小的一个储物空间Push Start 就没有了，打开。这辆车呢，我的 Walk Around 也不做太多了，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了。那么这个影片呢，主要是给你们看看 Standard 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辆车是没有无钥匙启动吧？但是后面这里有个 Dashboard 可以直接打开的，尾箱空间是非常大。备胎。那宇航呢已经把这辆车原装的进气滤网都换掉了，换去一个 Performance Air Filter， 这东西也不太贵。它的好处就是不单是进风也快，也可以隔掉一些肮脏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是业配原来 Standard 也会附上一个小小的尾翼185/55R15如果你买上 Executive 以上或者 Premium 的话呢，两个都是16寸，后面就没有 Disc Brake， 是一个 Drum Brake， 前面也是一样了，185/55R15寸是没有 LED 大灯，也没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必须要买到 Executive 才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Premium 才有它的 LED 的大灯很热，不拿了。这是一副1.6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VVT Double Overhead Cam， 109匹马力，还有150牛顿米，150牛顿米算是蛮有力的。这个 Air Filter 在这里很简单，把它打开，放了 Box 的进去就是这样啦。配搭着 Pan CVT 无段变速箱，这副引擎都是原装，没有改过任何东西，除了这个 Air Filter。这辆车也不需要讲太多了我觉得你们也都看了很多，所以我们就上车试驾一下咯，直接 on the way 上云顶。有了这个中央扶手，手会比较舒服一点，也是看到比较高级啦。哇，锁车是在这边，也方便很多嘞，放在这个地方，而且也是相当好看的。你的平均油耗是6.8 liter per 100 km， 蛮省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快乐表啦。Range 290 km。OK， 那我们去上路试驾。Eco Mode 卡打开，试一下的 Eco Mode
哇，这一代的起步哦，你会很明显感觉到啊，第一代的 VVT 跟这个的差别啊。第一代 VVT 的时候啊，它的感觉就是你不能放了刹车之后马上去踩油门，你一踩了油门之后它会很吵啊，好像第一次在驾 manual 的人一下子丢 clutch 那种感觉，你们明白吗？其实潘 CVT 的这个设计概念就是一个 clutch base 啊，就是有离合器的一个 CVT 啦，所以呢起步方面的话，你必须要真的是很习惯，你才可以驾得很顺哈。直到这一代的呢，把它调教的非常的顺，非常的慢，所以它起步呢，你一踩下去，当然它不会吵，不会很有顿挫感，它就很顺的，慢慢的你会感觉到慢慢的把离合器啊，慢慢的释放那种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比较舒服的那一种哈，这个也换来一个舒适感了哈。现在是 Eco Mode 啊，油门呢，要踩一个238线哦，好像才推得动这辆车哈。我不知道这个 Eco Mode 有没有用啦，宇航，你有经常用这个 Eco Mode 吗？我是走远路我才用的。但在市区里面你是不用啊？市区是没有我用，是用 normal mode。不过我很喜欢 Persona 的这个方向盘啊，如果你比起的那个方向盘哦，你要摆很多之外，你而且没有那种回馈的感觉，就好像在玩着电动游戏的那种方向盘哦。所以这个回馈感至少有一点，大家都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这个呢我会更加喜欢哦。Persona、Saga Iris 啊，其实 Saga 的方向盘都没有这个这么好啊，那个感觉。Eco Mode 2000转以下都带得出动力，拖得动这一个 B segment 啊 Proton。买这辆车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国产车啊？我是有考虑过买 V 啦，我也是有试驾过买 V，可是买 V 对我来说高度问题哦，因为对我这种100多的来讲是有点高。这么高的人买车有点困难了，说真的，我觉得你坐在干旧上面的应该都是比较辛苦的。那为什么你会突然会想到，哎，我要去往这 Persona 这个方向去嘞？因为我也有看了很多那个 Proton 的网站，看很多车，有看 Saga X70 X50，可是 X70 X50是有点不可能了，因为就不想负担那么大。Saga 也是不是很好啦，看到那个设计方面哈，会这辆车会喜欢。然后一看到 Persona，然后又看到它车头全部后面也是改，灯也是黑色，然后就比起上一代，它这代是用到黑这样的灯后尾。哦，我发现到这一车的这个转速好像蛮高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 Premium 才有这种调教，请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我想知道 Standard 跟 Premium 的调教方面是不是不一样，因为我有听说过哈 ，Standard 的转速会特别高的在高速上面，如果你是讲在 Premium 的话，它会比较低一点的哈，所以你会看到我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它是超过2500转的啊，所以你看现在90嘛，2500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让你们知道的话，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好吗？谢谢你哈，还是有一个 Eco 灯呢，这个 Eco 灯是给你知道你的油门是不是在这踩升的哈，它真正的 Eco Mode 就是要在这里按的。老实讲哈，按了跟没有按的感觉是差不多，没有相差太远，冷气还是一样的这么冷，你踩的深一点点哦，就这样子咯。你买到这辆车已经走了大概7000公里左右吧，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什么问题嘛？要拿回去 service center 加 claim 啊什么的？目前还没有啦。你买新车1000 km 要 service 的嘛，对吗？大概需要多少钱？200多这样，前几个星期的 service 花了差不多也是200多。这个车的有一个小缺点了啦哈，我感觉到我在驾的车的时候，我的手是非常冷的，因为那个冷气对着我的手。不过我很喜欢这个车的整个底盘的扎实度啊。如果你有驾过 Beza 的哦 ，so sorry to Beza owners 啦，我不是说一直踩 Beza 不好，当然 Beza 是一个很耐用的车，只是说你开起来的感受哦，你会觉得 Beza 跟那个轮是分开的，Persona 真的是不同，轮车一体，那个刹车也不错，刹车力度是有啊。所以我们就 Eco Mode 关掉，放一下 Sport， 看看它的那个变速箱的反应会怎么样哈。这一代多了一个 S 嘛，以前是 L 啊。58%油门，没有自动上的窗口，要 Executive 以上才会有的。你有发现到吗？Pan CVT 跟这个车的结合哈，它的扭力150牛顿米。你有没有感觉到它不需要踩的太多，
你只是让它顺顺在维持在4000到5000转哦，它是有力的。对，看，差一点点，4000转不到。看，要随随便便 pick up 都有力哦，只是说它的那个 CVT 会让它吵了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OK， 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不是引擎吵，你知道吧？是 CVT。啊，这个感觉跟上一代的第一代的 VVT、第二代的 VVT 都是一样的。小改款之前啊，我是讲。哦，刹车力道我是蛮喜欢的，悬挂是偏软哈，但是它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我 handle 得到，我能够应付这种弯道啊，它能够应付。120公里每小时，你看3200转，然后给到你的感觉就是它不会很轻飘飘。我不要那个什么 ASA 啦，什么防止碰撞系统啦，那些等等的东西哦，我只是需要一个代步车，又要有力又要有空间的话，我说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当时你选这个 Standard 啊，要不要等很久？我那时不用前后搞个了1个月，是打9。打满一缸油需要多少钱70，市区里面啊，这样子加，你可以加到多少公里啊？一缸油120多。520多啊 ！CVT 车有一个缺点啊，省油是很省油的，但是如果当你去拿上云顶啊，去跑山路啊，是真的是很耗油的一个一个车来的啊。1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啊，你会听到有一点点的少许的风声在这边出来，场景比较麻烦一点哈。它是就好像我前2个 video 是试驾这Saga有没有？你觉得驾车有点麻烦哦。对，要看前面要。那个手就随随便便加速。何？啊，这些人要出就出了，不用打灯了。Good。Respect。Good。试一下0到100，踩完。你看，我踩完了，还要等一下。喂，怎么会有换挡的感觉呢？诶，我问号，以前的 Persona 是没有的哦，会。因为我有看他这一代啊，他好像有调了。他有调过，而且他会有那个换挡的感觉哦，诶，好玩呢，这样子至少有一个新东西了。Persona 比较偏家用，比较偏舒服 ，Iris 会比较偏硬一点。你不要看它好像外形一样哦，调教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想要玩山路比较多的 ，Iris 会比较好玩啊。但是如果你想家用比较多，买菜啊、家庭啊 ，Persona 是你的选择啦，空间大一点，58%油门而已咯，就这样子下去。看我放的 Sport 哈 Highway 的时候，4000转，它维持的比较高一点的转速了，所以好驾一点呢，在这个 Garak。如果放低的话，就比较像好驾了。来到这个大弯的时候了，看它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车倾是蛮多的，但是不会比北扎多，至少它有那个感觉。
我还可以再去。它的那个换挡在 S 档啊，有那个换挡的感觉的话，都是好像是要在踩完了之后才有的哦，好像踩到完了哦，现在没有了感觉了哦。其实如果你讲的那个悬吊偏软的话，它也不讲很软很软，但是我们会感觉到那个车会有一点跳一下跳一下这样子的话，它不是完全是偏到太软那种。如果你比起新款的阿米拉哈，你会感觉到阿米拉那个才叫真正的软。我们来听一下这辆车的换啊，你换过了哦，难怪普通 Proton 的不会给到你这样的声音对吧？OK 了哈，我们现在来到山脚了啊，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留守我的频道，我们会把这辆最新款的 Persona Standard 给开上云顶了。那我就把车停在这边。非常感谢宇航，等一下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啦。OK。好吧，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啦。留守我的频道，我就会把这辆 Persona Standard 给开上云顶啦。那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拜拜。